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大战》。上半期录制了前5关，下半期攻略最后的2关。这款游戏录制完上半期之后，我自己又练习了很久，因为第一次录制的时候，下半期的2关实际上我打了12分钟左右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如果你不去纠结一命的话，那么后2关的攻略速度可以提高到7分钟左右。但是还有前提，你需要背板，比如说在什么位置，你去释放忍术。另外，在合适的关卡也要选择合适的人物，比如说本关我就选择了武藏。下一关的话，应该会使用玄武。在游戏的前4关，咱们的主人公团队人已经齐了，除了默认的红蓝忍者乔和隼之外，第2关收到了武藏，第3关收到了岩阳，第4关收到了玄武。这样的话，团队就是5个人，5个忍者。其实人物性能方面比较好用的就是武藏还有玄武。其中武藏如果关卡流程当中卷轴给的比较多的话，能够让你的攻击升到2级，那这个角色的性能是非常好的。除了攻击的距离比较远之外，它的攻击力也不弱。另外呢，近身的情况下，它会快速的挥动双刀，有一个很强的保护作用。玄武的话就是胜在攻击力，尤其是在最后一关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如果和最终 BOSS 纠结的话，会打很久，并且咱们的时间也不够。但是如果使用玄武，咱们认可拼命打法的话，会很快的把最终 BOSS 干掉。这个地方我捡到了一个黄色的卷轴，其实这个 BOSS 的位置我是控制了的。他在屏幕左侧的时候，我没有选择干掉他，我选择在屏幕的右侧干掉他，并且最后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。这样 BOSS 爆炸之后，你的人物失去了控制，但是他默认会向屏幕的右方走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捡到这个卷轴了。如果 BOSS 挂在了屏幕的左侧，那这个卷轴大概率你是捡不到的。本关的时间非常的紧张，大家注意屏幕的左下角已经倒数到了40秒左右。其实我前几次自己练习的时候打到这里，时间已经没了。后来发现，在特定的地方清特定敌人的时候，最好还是放忍术，能够节省时间。本关 BOSS 的这2个闪光的能量波，攻击的范围是非常广的，它能够跨越歪轴，并且它突出的火球攻击范围也很广。这样的话，咱们需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因为其他 BOSS 的歪轴的攻击范围是弱于咱们的，所以说掌握好距离还比较好打，但是这个 BOSS 就需要多加小心了。时间剩最后1秒才把它干掉。第7关，也就是最后1关，肯定就是选择玄武了。玄武的攻击力是无可挑剔的，因为在最后1关咱们是捡不到卷轴的。所以说，依靠它的输出才有可能快速的把 BOSS 干掉。如果你使用其他的角色，这关的时间大概率是不够的。这里要打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鸟人非常烦，因为他在血量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就会强制的飞天，然后对你进行如来神掌式的攻击，使用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。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血量已经非常少了，
但是它会和你消耗非常长的时间。它下来之后，最好还是在 Y 轴和它保持一个距离，这样的话可以对 BOSS 进行压制。如果你和它站在一条线的话，它基本上一招就可以把你秒掉了。游戏进行到这里，最不起眼的小兵一招下来也可以干掉你至少3根血，所以血量这个时候非常的不值钱，以至于我觉得这款游戏的生命数应该就是血量。咱们现在有5条命，就相当于有5条血，6条命了。这样的话，最终 BOSS 就能够拼下来了。最终 BOSS 基本上就2种打法，一种就是和他拼命，另外一种就是找机会，利用你续忍术的无敌时间来躲过他的攻击，然后进行输出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我有6条命，我为什么要和他浪费那个时间啊？我还不如起脸直接就射下来。这个 BOSS 应该是最好打的了，其他的角色也能这样干，但是最好是选择攻击力高的角色，像九宫团队的2个忍者，还有岩羊，攻击力都比较弱，使用这个套路的时候冒的风险也就更多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最终 BOSS 2个形态，其中一个是普通的人形形态，咱们快速的把它干掉，不让它释放分身。第2个状态，咱们就和他拼命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的血量3根血，3根血扛不住 BOSS 一下的，一下就会挂。他最讨厌的攻击方式就是放出来的这个小幽灵，被碰到了一下，3根血就没有了。好，这样就通关了。得益于咱们拼命的打法，在消耗了1个生命之后，快速的把最终 BOSS 干掉了。这个套路也仅限于玄武比较好用，因为其他角色的攻击力和玄武相比还是差的比较多的。后面就是通关的剧情部分了，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剪掉，但实际上这里的速度我是加速了的，原版的速度要更慢。团队中的其他的角色和主人公进行了告别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大战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Adios, Hayabusa. See you around sometime.